爱国者飞弹是很重要的，可是美国已经耗掉了65%。那 PRSM 这个飞弹从2021年开始量产到现在，只不过380枚而已。现在突然打掉了多少？快要300枚。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根本就弹药是不够了。川普的政府他要赶快进行弹药库的补足的话，要到下一个会计年度。到了下一个会计年度，对不起，伊朗的飞弹更多，中国的飞弹也会更多。现在来看到的是中东战局出现了一个惊人的反转，因为来自于美国的情报单位最新的研判，在这一场跟中东地区不同的战争，就是在这一场的俄乌战争了。俄军把乌克兰在这一场战争当中所学到的东西，大量的实战的经验，给他套到了伊朗的见证者无人机上面去了。那么他是怎么样来做的呢？乌克兰当时在跟俄罗斯在跟乌克兰打的时候，包括了乌克兰祭出它的电子干扰啊、防空拦截跟战场反制。现在呢，俄罗斯都把这一套东西给全面学起来了。怎么学呢？包括了说，每一次乌军来做干扰的时候，俄罗斯就会修正一次它的导航；每一次被防空系统击落的时候，俄军就会调整它的高度跟航线。那么每一次成功破防有关于这个防空网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经验复制到无人机上面。所以现在等于说这一套实际的作战系统，俄罗斯已经完全的都把它交给了伊朗，尤其是用在无人机上面的使用。大家以为说难道只有无人机吗？事实上，俄罗斯提供给伊朗的远远不止于如此而已，还包括提供给伊朗它的这个长程的打击能力，提供的就是这些目标的情报跟作战的经验等等。好，这个是来自于美方最新的消息。再来，我们看到伊朗还有透过飞弹继续的快速的攻击美军的前线基地，这当中包括了今天特别来看的海巴尔破坏者飞弹，射程大约是1000多公里，机动性非常的强，而且它的特点就是它可以利用卡车快速的移动部署发射，美以很难提前锁定到他们的发射阵地。再来就是它的末端的机动性非常的强，而且非常的快速，是让美国的防空系统几乎是没有办法把它拦截下来的。最后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价格非常的低廉。刚刚讲的这一切都是伊朗在攻势上面的一个优势。现在来看到伊朗在守势上面又有什么样的攻势？因为呢，伊朗在过去这场战争当中，它比较大的弱点就是在它的低空上面的防空系统了。所以它现在怎么来做补强呢？我们先来看到伊朗这边跟中国大陆采购了250套，这个叫做前卫12。总价高达了9000万美元。那么预计呢，还除了前卫的之外呢，另外一个防空系统还有说，在接下来几周之内，就会从中国大陆这边来进400套的中置人吸式的防空武器系统。我们先来看到第一款这个武器这个前卫12，它有哪一些重点？包括的射程部分高达了6公里射程非常的远。那么射高4公里，具备抗电子干扰的能力。可以低空的打击，包括了直升机、无人机、巡弋飞弹跟战机等等。那么现在美军最担心的事情是说，如果它有数百套这种类似的肩射飞弹的话，代表伊朗可以在低空慢慢的部署，把它全部布满。那么到时候就会布满各式的伏击点在他们的低空的这些空域上面了。另外一方面，乌克兰看到了现在伊朗的强势进攻，现在是怕了吗？我们要来看到最新消息乌克兰打击了一艘涉嫌运送俄罗斯跟伊朗的军事物资的船只之后，伊朗就说好，没关系，你敢打是不是？那我就要来做报复了。结果没有想到乌克兰立刻是道歉，并且认错了。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委员怎么看伊朗现在的攻击端有升级版的，刚刚我们特别提到了这个无人机，有俄罗斯交给他的这个无人机，还有俄方的情报机构，再来这一款海巴尔飞弹。那么在手势上面，防守的手，则有中国制的这一种肩射飞弹补足在低空上面它过去的弱点。这些武力对于美军来说，接下来会构成多大的立体性威胁？委员怎么看？对，很显然的伊朗在过去这20-30年所准备的这个对美国作战的一些相关的方案跟计划，在这一次的美以伊战争里头已经得到了印证了。那么也看到了这个成功的状况。那么伊朗在最早开始的时候，它是用以下式对上式的方法所以你看到伊朗用了很多低阶的导弹跟这个大量的廉价无人机。
用下士来瘫痪掉了美军在这个波斯湾当时这个最引以为傲的雷达防空系统，甚至消耗掉大量的防空飞弹哦。所以你就会看到美国现在的这个爱国者飞弹，从战前的2200到2330枚。现在已经快速的减少了65%了，只剩下大概759枚到827枚哦。那这个量已经是少到大概仅只能够这个维护美国本土跟一些重要的基地了。那么从哪一点可以看得出来呢？从大家如果看另外一则新闻，其实俄罗斯在前几天对乌克兰基辅发动了一波大规模的打击，那一波他射了35枚导弹哦，然后发动了185架的无人机。结果，这个乌克兰的基辅只拦截下了1枚，34枚都击中了。为什么只拦截下1枚？因为爱国者飞弹没了，就没有足够的防空飞弹了。所以大家就可以了解说，现在美国在这个防空体系上，爱国者飞弹已经吃紧。萨德在战前有452枚，现在只剩下最多到278枚，减少了将近30%到50%之间了哦。而且更重要的是，各位知道，爱国者飞弹一年只能产183枚。然后呢，从下单到交付要3年半，所以你现在要补足，恐怕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军想要去做这个战力的投射的时候呢，这个伊朗又非常有效的去打击了美军在整个波斯湾地区的基地啊。我曾经帮大家盘点过一次嘛，从波斯湾一路打到了红海哦。所以现在美军的 F-35只能用以色列的基地起飞了，因为约旦的基地已经瘫痪了。那这个波斯湾沿岸的这些，要么就是不给美国用哦，那么要么就是已经被打烂了哦，所以美国在兵力投射上也有问题。那么更不要讲说美国自己的攻击力量也发生了匮乏的状况。我刚才说兵力投射有问题，你的空军没有办法快速的去攻击，然后去轰炸，但是你远程的攻击也有问题啊。各位知道那个战斧巡弋飞弹是美国最爱用的，在战前啊，美国大概有3000枚到4500枚。现在只剩下2000枚，所以耗掉多少？耗掉1000到1500枚，所以战斧飞弹要回到战前的水准，要到2031年，美国才能够补足的，所以在这个时刻，你要用这个战斧飞弹去攻击有困难，你要用空军去进行轰炸也有困难，然后再加上刚才思敏给大家提到的，中国大陆现在在这个低空的防空这个系统上也卖到了伊朗去，所以伊朗也补足了它低空防空的这个能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现在美国的空军到伊朗上空去执行攻击和打击任务，是一个很冒险的行为哦。那么也正因为如此，在这个战场里，美军现在已经几乎陷入了一个想不出任何办法的一个困境了，所以川普才会要求他的内阁各位说，有没有一些有创意的方法哦，可以解决现在这个状况，可以尽快让伊朗来进行谈判。现在已经走到要有创意的方法了，各位就可以了解说，传统的作战的一些相关的手段，基本上川普已经都用尽了，所以现在美国对伊朗这场战争已经是束手无策了。好，对，特别是在美军的空优部分随着这个伊朗方面，它不断的强化它在空中的优势，来自于俄罗斯跟这个中国大陆的技术，还有来自于俄罗斯的各种情报系统，甚至是无人机之后，我们看到美军的空优现在在消失之外，包括了它的这一些防空的相关的武器正在消耗殆尽当中。如果有人刚刚帮我们统计起来包括现在爱国者飞弹损失消耗的幅度已经高达65%，萨德消耗大约是80%。另外就是刚刚讲的这些都是比较是防御性的武器。那如果来讲是攻击性的武器，其实也在快速的消耗当中。特别今天看到的是消耗了大量的2款陆基型长程精准武器，包括了他们很关键的 ATACMS 陆军战术飞弹，还有另外一款是 PRSM 精准打击飞弹。这些武器对于美军来说之所以特别重要，因为它可以远距离的攻击伊朗的它的眼睛，包括了它的飞弹、它的雷达系统等等，还有它很重要的指挥中心。现在这些不管是攻或守的飞弹都已经呈现不足了。所以呢，来自于知情人士特别讲的，川普之所以在几周前在近期突然间要停止这一场对于伊朗的攻击，原因就是很多的军方高层告诉川普说，我们现在的武器已经不足够了，没有办法再继续这样子大量的消耗了。干哥怎么看？那大千说什么最有创意，要用有创意的方式能不能解决伊朗？那就派地面部队嘛，最有创意了，最原始、最有效，你行吗？
你做得到吗？你要花多少钱？你要花多少兵力？你要冒多大的风险？因为地面入侵的话，那就是就实打实了啊！你要上了人家的岸的话，那你就要考虑到的层面可能会有几百项，而不是派飞机去。现在连派飞机都很危险的，为什么？因为伊朗的防空系统经过中国的加持以及俄罗斯的支援之后，你会发现进得去不一定能够出得来，所以现在就变得说，爱国者飞弹是很重要的。可是美国已经耗掉了65%，耗在哪里？耗在俄乌战场，因为俄乌战场用掉太多爱国者。乌克兰国防部到最后说不可以再用爱国者了，为什么？用爱国者这样的飞弹去拦截见证者136那种无人机，那简直是你就说我今天杀鸡要用牛刀，那我去拦这个低阶的无人机跟飞弹，我却要用非常高级的防空飞弹去拦，所以这样子永远不是一个划算的举动。那现在我们特别要讲到2种飞弹，就是大家很熟悉 ATA、CMS 陆军战术飞弹，是在俄乌战场上面大放异彩。乌克兰军方用了这飞弹之后非常满意，它的射程是300公里，然后乌克兰一直很想拿来打哪里？拿来打那个莫斯科，但是美国说绝对不可以打莫斯科。好，陆军战术飞弹因为在俄乌战场上的成功，所以让美国更加的快速去研发一种能够取代它的飞弹，叫做 PRSM， 叫做精准打击飞弹，它就是要取代陆军战术飞弹的。那 PRSM 这个飞弹呢，不能再给你乌克兰了，为什么？它太贵了，因为它刚刚服役，于是就用在了史诗怒火，也就是2月的史诗怒火，是因为它还在什么？它还在试验阶段，它不是真正成军，但是后来打下去之后，发现 PRSM 非常好，非常能够满足军方的要求。但是 PRSM 从2021年开始量产到现在，只不过380枚而已。所以你大家要晓得说，怎么那么少？因为国防会计年度它有预算的，然后1年只能够生产100多枚、100多枚、100多枚。那现在突然打掉了多少？快要300枚。所以 PRSM 它甚至才刚刚成军，它就已经打掉了德黑兰非常多。据信哈米内伊就是他的那个前领导人，很可能就是被 PRSM 给打死的。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根本就弹药是不够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承诺完全要全面扩大生产线，但是实际上是做不来的。为什么？就算你现在有钱去建厂，但是你没有人去生产，这些都是环环相扣的问题。所以大家看到这边为止，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美国现在面临这么大的问题。那刚刚也有提到，战斧飞弹，战斧巡弋飞弹，其实老实讲是美国，武器库里面最多的，也是最通用，也是数量，就是说最安全的。可是美国的后续生产没有跟上来，大家就晓得说，你一定要赶快跟上来。这些事情讲了都已经超过半年以上，可是川普的政府有没有真正在做？其实我们都观察到，没有真正在做，因为什么？因为这牵涉到国防法案，然后他要赶快进行弹药库的补足的话，其实老实讲，要到下一个会计年度，到了下一个会计年度，对不起，伊朗的飞弹更多，中国的飞弹也会更多，这才是重点。好，那在这个之际美国武器库缺乏之际，是不是等于说伊朗现在更握有谈判的空间了呢？尤其是伊朗最在意的荷姆兹海峡的这个谈判，目前还是跟阿曼一起来进行协商。那来自于《纽约时报》特别做的报道说，预估呢，接下来很快的60天之内就会有一个新的协商的方案了。那现在根据了解，接下来伊朗可能会对这个船舶收取所谓的服务费。那伊朗还说呢，接下来这个服务费的收取船舶费用是我跟阿曼去分的，而且是5-5分。那你美国
国呢是完全的排除在外，非常的讽刺。国际危机组织伊朗计划主任他这样说，他说如果说真的伊朗接下来跟阿曼达成了一个协议之后，德黑兰的战略地位将会胜于战前，那代表美国中东霸主地位已经慢慢的不在了，甚至说大倒退吗？上次哥怎么评估？好，这几天呢，国际油价就迅速的回落到大概81块美金左右。然后除此之外，黄金也回涨哈。那么这个状况都是因为感觉起来这个消息就是荷姆斯海峡是不是要稳定可以通船的呢？这个消息最早其实是来自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那贝森特在接受美国的一个媒体访问的时候，就问他说荷姆斯会不会开？就贝森特，大家可以去上网去看一下。贝森特说很快就会有一个具体开放的结果。你知道他整个过程结巴巴到一个难以想，然后之后就觉得他那个结巴巴，然后又说不确定等等的。但毕竟还是贝森特话一说，所以刚刚讲马上就油价就下跌了。然后马上美国当中就有媒体披露说，这个部分伊朗跟美国可能会谈到一个60天的自由航行的可能性。现在大概国际间来自于美国方面消息都这么说。好。但伊朗马上就说完全没这回事。现在唯独在进行的就是他们跟阿曼的谈判，但是现在有没有谈判具体到收钱啊？只是说会有一个新的航道，也就是说现在旧的航道可能会推翻，所以这个新的航道感觉起来他们表示谈的有点复杂一点，让外界不知所由啊。但无论如何，现在看起来的话，伊朗还是想尽办法要把荷姆斯海峡这个通航权要控制在他跟阿曼，尤其是他自己的手里。那这个做法就基本上就等于是打了美国总统川普脸，也就是说，这次的美伊战争，如果最终荷姆斯海峡是在伊朗的控制手上，美国基本上等于输掉一半了哦。而且不得不说，这整个过程里头可以看到，从伊朗在这次战争以来，他是美国打他的，可他从在军事上当中越打越好。各方面的这个打的方式啦，无论炸美国空军基地、打中东的其他的美国盟国，乃至现在越打越有新武器。军事当中，这个战略跟战术跟武器都很厉害。其实当然厉害的部分就是经济手段。荷姆斯海峡控制这件事情，过去大家都不知道荷姆斯海峡的严重性啊，但这次基本上就让这个美伊战争抓着这个经济跟能源的命脉，号令全世界的经济的动荡来一起对抗美国。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政治手段。我们看这几天除了这个美伊战争的这个零星炮火之外，伊朗在做什么事呢？他打电话给很多的国家，包括英国、包括乌克兰、包括保加利亚、阿塞拜然等等。那么这几天呢，其实就是包括英国、包括乌克兰都回话来跟他讲说，他们不会介入接下来美国最后川普的这个终极战争哈。所以你看看这个政治手段就不止在打仗而已，他用放狠话。你看乌克兰最后是泽伦斯基跟他道歉呢，而且泽伦斯基也表达说会赔偿他们在里海当中炸了这个伊朗的部分的船。现在要让泽伦斯基低头是多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你看，伊朗从军事、经济乃至于政治、外交穿梭手段，可不只有在战场上的表现而已。今天的美伊战士来带观众朋友特别看到的是这一次的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析。伊朗首次的把弹道飞弹打进了在美军的约旦基地，美军中东基地现在是不是全面暴露，更加的危险了呢？美军现在看起来从打伊朗已经升级成要切断中俄援伊的一个命脉了吗？好，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NQ9死神无人机遭到伊朗击落，现在呢，根据初步统计，已经有30架了，损失对美军来说超过10亿美元。曾经称霸中东的这个美军王牌战机，成为伊朗的猎物了吗？第三件事情，以色列继续的轰炸伊朗的南部，并且爆料者说呢，伊朗现在密谋暗杀川普，这个是爆料是来自于这个媒体的爆料，说这个以色列跟美国说啊，伊朗要密谋暗杀川普，纳坦雅胡这么做是要为了阻止美伊走向停火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这一次美伊的冲突再次的升温，伊朗革命卫队在昨天再次的发动了第2波的报复攻击。这一次呢，我们上次谈了嘛，上一次是锁定包括了巴林还有卡达、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首度的这一次扩大到了约旦的美军基地，所以现在看起来是不是美军基地都覆盖在危险的射程当中了呢？
这一次伊朗他一口气发射了10枚的弹道飞弹哦，当然了，这个大使馆在当地是紧急关闭之外，包括他也射向了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等等哦。再来，我们来看到为什么这个空军基地这么重要呢？因为这边驻有美国空军第332远征联队之外，我们看到它里面有非常多最重要的战机，包括了 F-35、F-16等超过有60架以上的美军军机都在这个基地当中，是美军反恐重要的一个重点基地，也是呢它在西亚的美军指挥中心，所以特别的重要。这也代表呢等于伊朗正式的警告美国说，冲突在升级，那么你所有的目标范围就会涵盖整个美军的基地了。再来，这次美军的攻击特别的重要的另外一个关键节点就在于它的攻击范围已经到了伊朗的重要交通设施当中。这一次我们要特别关心到的是它炸的这个铁桥哦，是中伊铁路的重要节点，长度超过了1万公里的铁路。是中国陆路连通的要道，俄罗斯也会用这条路线来向伊朗运送它的货物，也是中国大陆北京推动"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支柱。现在来自于军事专家的特别分析，他说呢，这样子的一个炸中伊铁路的计划是来自于以色列的行动哦，这是来自于军事专家。我们刚刚收到了一个最新消息。好，我们先来节目一开始请教汉庭怎么看的？伊朗的第2次反击，首次的向约旦美军基地发射10枚弹道飞弹，是要对美国展开报复吗？这一次美军或者是说以色列炸毁中伊铁路桥梁，是刻意斩断中俄对于伊朗的战略支援，还是以色列怕这场战争就此打住了？汉庭怎么看？要先说打约旦阿兹拉克基地啊，它的真正价值呢，不仅在于它是不是美军最大的基地，而在于它的位置啊。因为约旦呢，在伊拉克、叙利亚、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之间，是美军中东空中行动很重要的侧翼跳板。所以呢，过去美军的很多机型呢，都曾出现在相关的基地或者是轮调部署。所以，伊朗这一波的讯号，其实就是以前呢是打波斯湾沿岸的什么卡达、巴林、科威特，现在呢打到了约旦，就是把美军的后方变成了战场的前线。第一，关键就是反制美军的空袭能力。美军对伊朗的打击呢，就依赖侦察、加油、电子机啊这些战机前进部署。那伊朗能打到阿兹拉克，等于是我不是只盯着轰炸机飞来的那一刻，而是盯着你背后整套作战的流水线。第二呢，伊朗他也警告地区的盟友，要告诉约旦、卡达、巴林、科威特，你可以不是参战方，但你的土地让美军来使用，我伊朗就会把你视为战争整个网络的一份子。所以我打美军，同时呢也压盟友。第三，伊朗也要消耗美国的防空资源的。约旦呢拦截了8枚，表面上看，这个你看伊朗也完全没有这个打穿啊，也没有说这个重都有效啊。但反过来看，伊朗也是迫使美军跟盟友不断的开雷达啦，然后要不断的去拦截弹啊，要有高度的戒备啊，要让大家非常的紧张啊。所以战争本来就不是每一拳都打死人，但是至少能够让你每一晚都睡不好觉。因此呢，它不是在求彻底的摧毁，而是也要制造更多的不确定性。你不知道我接下来要打哪里吧？你不知道我接下来打不打吧？所以整个状态又恢复到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情形。那第二，我们看美军的这个炸铁路桥虽然说它到底是不是要刻意要斩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什么道路呢？目前没有明确的直接证明，这个只有大家的推论。但毕竟最后所呈现出来的效果是这个样子，它到底是不是以此为目的不知道，但是呢，大家来看结果上好像是这样。毕竟啊，目前这一条铁路桥啊，它第一个它本来是战略的补给线，因为伊朗就受到海上的封锁跟空袭压力，它的道路交通本来就非常重要，所以从中亚里海方向进入伊朗的通道呢，那当然会承载很多可能军民两用的物资嘛。而第二，这也是中俄伊连线的象征节点，所以美国如果不能够完全来阻止大陆跟俄罗斯在外交上支持伊朗，它可能就透过军事上的方式，桥一段会至少让你的效率下降，转运变慢，对美国来说也是釜底抽薪。
好，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嘛，这个 MQ9死神无人机对于美军来说非常重要，它是中东反恐战场上面的空中利器哦。不过呢，从2月份美伊战争开打到现在，竟然已经被击落至少30架，对美军来说真的是付出了一个沉重的代价哦，损失金额超过了10亿美元。当然了，所以呢，五角大厦已经开始思考了，说，干脆以后我们不要买这么昂贵的武器了，这么高端的武器了，以后买这种低成本、大量而且可以快速消耗的新型无人机好了。刚刚同一个问题，张将军又怎么看？另外来关心到 MQ9的部分，对于美军来说，是不是现在已经变成了伊朗的一个标靶了？张将军怎么看 ？MQ9B 它这个功能蛮多的，它可以这个挂载这个电子光学相机，也可以在夜间出任务的时候可以挂 IR 的和这个我们讲的红外线，红外线感测器。另外一个，在如果云层比较厚或能见度并不好的状况下，或者特定任务，它可以挂合成孔径雷达，就是雷达照相，它可以，它多功能。所以呢，飞机是飞机的钱呐、它不要忘了，它装备的钱是另外一个钱。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个钱还要更多，因为它挂的是装备，那装备有的时候那个有价值不菲。那它的好处是个多功能，它也可以飞得久，它最远可以来回的话，总共的里程可以飞到将近9000公里，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空中侦察的装备。但是它有缺点，它的缺点就是它速度慢。你看啊，它这个将近4公吨，它如果加满油，如果加挂载的话，甚至可以到5公吨。它就一个螺旋桨，涡轮螺旋桨，这涡轮桨拖着那么重的东西。它能够飞多高？大概它的执行任务的高度大概就是5000公尺到8000公尺，它最大的升性也只能到12000公尺，所以高度不高。那你要侦察高度不高，你高度不高，你就要抵近一点。因为你高度高，你可以远一点看。你高度低的话，你就近一点看。那刚好就是这个伊朗的地对空飞弹的射程之内，而且它的速度慢，这种它又不会有空战动作，那你这样的话很容易被地对空的飞弹，哪怕是中程地对空，甚至短程的地对空，都会对 MQ9B 形成威胁。而且 MQ 它不逆中，所有都普勒雷达都看得到它，它又慢又不逆中，这就是它的缺点。那就被这个伊朗可以这个预化它的整个 MQ9B 的任务的飞行线，在那个地方埋伏几个点做拦截狙杀，所以 MQ9B 它就很容易就被击中。那它的这个电站装备好不好？我认为它可能有的时候电站装备只是一般的这个电子反制装备，并不是一种高端的电子反制装备。为什么？因为它只是侦察机，它上面又没有人在人控制，人只是远端操控，所以它的这种反应力是比较慢的。那就很容易被狙杀。所以在这一次的美国跟伊朗战争中，美国算是损失最多的空中装备就是 MQ9B。好，这是美军的战损的部分哦，它的战机，尤其是 MQ9B，它战损非常的严重。那我们来看到这一场美伊战事一直持续到现在，关键节点也是包括说以色列到现在不只是美国持续轰炸伊朗之外，以色列占有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它也是持续的轰炸在伊朗的南部地区。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包括呢，现在有许多斡旋的势力都介入，像是卡达、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跟沙烏地阿拉伯，但是呢，真的有效吗？因为我们看到伊朗南部再次的传出了爆炸之外，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嘛，中伊铁路也被炸。美国呢说，这件事情不是我们做的，但是呢，军事专家也开始做分析，说很难说，现在看起来最有可能的恐怕还是以色列做的，因为呢，纳坦雅胡最近又表态了，他说无论美伊是否达成核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这是一件事情。另外呢，《华尔街日报》更是披露呢，以色列最近跟美国爆料，他说伊朗正在策划要暗杀川普。没有想到川普现在看起来是真的怕了川普对外喊话说，确实他们想要除掉美国领导人。到目前为止，我算是有一点幸运，但是川普也说了，我不知道我这个运气可以维持多久，可以持续多久？请教厉将军怎么看？目前纳坦雅胡是想要刻意的引燃战火吗？就是这个中伊铁路被炸跟以色列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系？第二件事情就是说，以色列是不是希望在这背后美伊战事继续的推波助澜？那厉将军怎么看？我们知道这次川普在这个安卡拉的北约峰会里面2次的失言第一次失言，
他是将日本说成伊斯兰日本共和国；第二次失言，他是将泽伦斯基说成普丁哈。那大家可能把它当作一个八卦来看，可是我觉得川普这个时候可能他完全心不在焉，甚至于六神无主，所以才会犯下这么严重的誓言。那他什么事情在让他六神无主，这个进退失据了？我觉得就是伊朗这场战争，他要脱身，他现在脱不了身。那有2个国家不让他脱身，一个国家叫伊朗，第二个国家叫以色列。那伊朗是用什么方法不让他脱身？就是说你现在来讲，在荷姆兹海峡这边哈，你以后60天的目前来讲停战的60天之后来讲，那荷姆兹海峡的掌控权要在我伊朗的手上，你必须要按照我规划的航运路线来走，你不让我不按照我规划航运路线，这个北边的拉克岛来走的话，我就用无人机攻击你。那所以说，这个伊朗很明显，他要扩张他的战果，他要借着这个军事的行动来扩张他。来变成他60天之后谈判的一个成果，就是他获得荷姆兹海峡的掌控权。那另外一个国家不让他离开的就是以色列。以色列讲得很明白，这时候我们知道在2月28号开战，不就是以色列拉着美国去打伊朗嘛？本来双方都已经在日内瓦谈得好好的，那突然这个以色列去怂恿川普，那川普也是自己也是无能啦哈。这个平常讲，他真的是判断错误，就跟着以色列去打伊朗，打完以后陷入这场战争的泥淖，到现在脱不了身。他现在很明显的要脱身，但是以色列这时候不让他脱身。我们讲这2天虽然说美国跟以色列互相打来打去，我用一种方式来形容哈，就是说大概就是你推我一下，我踢你一脚，跟小孩在打架一样，其实都在打皮毛，而没有真正伤筋动骨。那这次为什么说这中伊铁路被炸会引起国际的重视呢？因为这就不是这个互相你推我一下，我打你一下。我们看到美国跟伊朗彼此互相说，我打了80个目标，我打了几个目标。不过平常讲，那都不是很重要的目标，真的重要目标是中伊铁路，因为中伊铁路为什么重要？它是补给线。它是伊朗很重要一个补给线，打仗就是打补给线才是重点。那第二个呢？第二个我觉得这个中伊铁路被炸的地方在哪里？你要知道，美国现在的林肯号航空母舰，照川普自己所讲的，它已经退后了205公里。那来回来讲的话，飞过去再飞回来就400多公里，也就是它作战半径少了200多公里。那美国的航母有没有可能去对这个中伊铁路做轰炸？这就要打上一个问号。第二个，美国来讲，我们都知道，它 B-52轰炸机已经撤离了。它不但 B-52轰炸机撤离，它加油机也撤离了。那试问一下，美国有什么空中的武力可以使？如果它没有空中加油的能力，也没有这么长的作战半径，它怎么去打到中伊铁路？从这2个，我认为说是以色列来讲，对这个中伊铁路打进补给线，就是希望将这个美国拖入这场战争，让伊朗战事继续升级。那回到我刚刚所讲的，就如果说这个前1个礼拜，美国跟伊朗互相打来打去好像是小孩子在互相你踢我一脚，我推你一下但是这中伊铁路被炸，就像是拿一把扁钻直接去戳人家的这种要害一样。所以，那当以色列希望借着炸中伊铁路，让美国继续卷入这场战争，也让在这个伊朗国殇的期间呢，哈梅内伊这个办理丧礼的期间，这段时间，然后扩大战争，激怒伊朗，然后让伊朗来讲加大对美国的攻击。所以说，我觉得中伊铁路这次被炸，在这个军事的战略层级上面来看的话确实是有升高这个战争的一种可能性会升高。那第二个，就国家战略来讲的话，那伊朗当然希望借这场行动升高战争，让这个伊朗再继续加大对美国的报复行动，让美国继续介入这场战争。所以我觉得，在此情形之下，那我们当然就看到川普真的是想脱身就没想到一个是他铁杆盟友不让他走另外一个是他敌人不让他走，敌人不让你走也就算了，结果你的铁杆盟友也不让你走。所以川普为什么在安卡拉会议上面2次的誓言，我觉得他心里正在烦恼这件事情，怎么样脱身，怎么样安抚他的朋友，怎么样去面对他的敌人。今天节目会来先关心的美伊战事，我们先看到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一样，我们请嘉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析。首先，美军
军先攻击了伊朗80个目标，没有想到换来的是伊朗反攻击美军共85处的基地。美国说的他们对这个伊朗的不成比例攻击，现在是反而击出了更强硬的伊朗了吗？第二件事情，伊朗这次锁定的目标包括了在波湾地区的巴林科威特美军基地，是在警告波湾朋友别当美军的打手吗？是在测试美军的防御漏洞吗？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我们来看到的是荷姆兹海峡了，到底现在谁说了算呢？保险市场其实现在可以看起来都是向伊朗做靠拢的，是否代表说现在荷姆兹的掌控权已经落在伊朗的手中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美伊停火是不是真的看起来是完全破功？我们本来以为说美伊之间呢互相攻击哦，这个是一个小闹，但是这一次看起来完全不是哦，是直接下了重手。原因就是因为伊朗近期呢攻击了荷姆兹海峡的商船，所以美军的说法他要做报复。因此呢，我们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在7日当天表示呢，已经完成了新一轮的报复行动。这一次他说动用的是精准的弹药攻击，包括了一共是伊朗境内80个目标。我们来看到这当中有伊朗的防空系统跟它的雷达站，60多艘的小型舰艇跟它的指挥管制网路，甚至它的反舰飞弹基地。美方官员是这样说的：这一轮行动不论是规模或者是打击的力道，都比10天前那一场攻击是大了4到5倍哦，力度非常的大。这是美军说的，这不是对等的回应而已，这是美军官员继续这样讲，这是一场不成比例的一个对伊朗的惩罚，而且短期之内美方的下手是不会结束的。我们看到这个美军的话一说完，伊朗确实来自于国营媒体直接证实，美国攻击了伊朗境内南部多个战略地点，还当中包括了多个港口哦，都遭到波及。而且伊朗现在也指控啦，美军对于伊朗的攻击范围持续的在扩大，已经到了不管是连商业用的码头、渔业的码头，甚至是渔船都要做攻击，造成许多平民受伤。伊朗的外交部非常的火大，他公然批评美国，并且警告美国，你违背了当初我们的谅解备忘录。接下来德黑兰也会采取同样的报复行动。话一说完，革命卫队是立刻展开了各项的军事行动，美军攻击伊朗80个目标，伊朗回攻击美国一共是85处的重要美军基地，这当中包括使用了飞弹跟无人机攻击了巴林第5舰队的驻地，还有科威特的这个空军基地等等。伊朗还声称击落了一架美军的 MQ-9死神无人机，也就是说，美国说给伊朗一场不成比例的惩罚，是立刻被伊朗给打脸了吗？那伊朗现在是不是看起来更为强硬了？委员怎么看？当然了，伊朗的态度一向就是你要战我就战哦，你要和我也奉陪。所以其实伊朗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底气，当然是因为伊朗早就做好了相关的准备跟下半场的这个沙盘推演哦。所以我们在这个节目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这就是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哦。大家看到美军现在攻击了伊朗80个目标哦。可是大家不要忘了，现在是美国去打伊朗，伊朗的面积有多大？伊朗美伊战争开打到现在，美国打伊朗的目标可能上万个了，伊朗还好端端的活在那里，打80个算什么呢？我看完之后，那80个还包含了60艘舰艇，伊朗的小型舰艇是蜂群舰艇，60艘对他来说算什么？所以其实这80个目标听起来好像很多，可是其实效果很有限，因为伊朗太大了。关键问题是美国要打伊朗，而不是伊朗要打美国。我不断的在强调这个重要的关系。你美国要打伊朗，又要跑到伊朗家门口去打，所以在这个时刻，其实美军不要说80个了，打800个目标啊，对伊朗大概都不会有一点的痛的感觉。可是伊朗打美国不一样哦，就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就那么几座，我刚才看到了巴林的、科威特的都被打了。我觉得如果今天我要是美国这个中央司令部的话，我干脆就不要修了。我今天把它修好了，明天可能又被打了，谁知道哪天大家看了彼此不爽又再来炸一次？那我现在干嘛修呢？现在对美国最大的问题是这样哦，你在中东的基地就这么多，你的相关的设施也就摆在那里，如果不断的在被攻击，那么回到下一个问题来，那你接下来的兵力调度就会有问题。你要怎么调度？航空母舰战斗群2栖登陆这个攻击舰，该调回美国本土的都调回去了。就算在这个中东地区的，你也离这个战区很远啊，因为你怕被伊朗不对称的攻击而消耗掉了你海军珍贵的战力。
这些东西都是马上美国就要面对的问题。那对伊朗来讲啊，关键问题来了。伊朗借由一次一次的切香肠行动，它几乎已经让国际社会承认它有荷姆兹海峡的控制权了，就不需要你美国承诺，你就看着我一次一次的用切香肠，然后你看看国际社会到底是相信你美国还是相信我伊朗。现在显然看起来，大家觉得相信伊朗比较有保障啊，我宁愿交了个钱，然后我就可以顺利的通过了。那我何苦去尬到美国跟伊朗之间彼此的纷争当中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伊朗来讲，他长远要的东西，他其实还没要到哦。所以我说，为什么伊朗他说要战我奉陪，要和也可以？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对伊朗来讲，他要的东西大家都知道，荷姆兹海峡的控制权，要能够自由发展这个浓缩铀的这个相关的权利，要美国解除经济制裁，要伊朗成为中东的一个正常国家，不要再被美国欺压跟这个打击。这些东西其实伊朗目前为止都没有拿到实质的成果。所以对伊朗来讲，他何尝不是在做极限施压呢？大家说川普喜欢玩极限施压，伊朗何尝不是呢？如果这场战争接着这样持续的不断的纷扰下去的话，国际能源的价格会持续居高不下的。那么美国马上就要面临9月要不要升息了，这就是通货膨胀的压力的问题了。美国的这个期中选举马上就要展开了，这些东西都是川普马上要面临的问题。所以今天不止川普对伊朗做极限施压，伊朗对川普也在做极限施压。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和谈前哦，美伊就以军事的角度来说，大家都在做最强烈的一个军事上面的施压。不过我们也看到这一波美伊互攻哦，伊朗也不是乱打。它其实呢有在挑选地区的，而且是对于美国来说，还有对于波湾来说是伤害非常大的。这一次挑选的地区，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嘛，锁定的是巴林跟这个科威特。为什么这2个地方我说非常的重要呢？先来看到其实呢，伊朗很清楚自己不会去打这个美国的本土哦，依靠的不是美国本土，而是在波湾地区。因为巴林这边呢是美军的第5舰队的所在地，是波湾海上行动的一个核心指挥枢纽，所以他选择第一个打这里。第二个，他打科威特，尤其是在当地的一个阿里萨勒姆空军基地，同样是美军在中东空中行动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哦，所以他直接打在美军在中东的神经枢纽上吗？那干哥怎么看？选择这2个基地的原因，另外也是对于波湾国家地区做一个警告吗？干哥怎么看？好，巴林的第5舰队基地大概已经快30年了，是美国第5舰队的基地，也就是说，这个地方从来不会有任何问题。也就是说，长久以来，你说同样都是穆斯林国家，但是巴林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它其实很稳的。所以我这个基地设在这边，我这个基地坦白讲一句，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它虽然不是所有重要舰艇的所在地，但是它是一个转运港，以及就是说下达命令的指挥所。好，那它这个可以停泊大型的军舰，最主要就是神盾驱逐舰的泊地啊。那所以这个港对于美国来讲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说你不用这个港，你就没有地方可以用了。坦白讲啊，那你要用谁的港？用沙烏地阿拉伯的港吗？那很远啊。那所以巴林这个基地非常重要。那另外一个在那个科威特的那个基地叫阿里萨勒姆啊，阿里萨勒姆这个基地那就重要的多。为什么？因为它有E3，有E3空中预警机，还有 KC-135，空中加油机，它还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那种无人机，或者是那个后勤支援装备，以及爱国者飞弹的转运站等等。所以阿里萨勒姆这个基地不一样，而且美国把这个科威特从海山，也就是以前伊拉克占领它的时候，就伊拉克总统海山占领科威特的时候，他把萨达姆打退了之后，然后就马上把美国主要的军机就交给了科威特，所以这个基地非常重要。可是你到现在为止，你知道它受损的程度吗？不敢讲，也许很严重。所以这一次他说他攻击了美国80个目标，那到底又有多少飞机受损呢？其实我说一句实在话，伊朗可以经得起你打我85个，可是美国经不起被打80个，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因为美国只要挨打的话，那都是高价值目标。他连那个无人机的操作基地有没有？它是一个一个的
长货柜，那个打下去，你知道那个不是那种铁皮屋盖起来的，是都很昂贵的。所以美国没有80个有价值的基地让你打，为什么？因为那损失太大。最重要的这是人员有没有受伤？那这一次我是真的觉得说，停火真的没有多久啊，这不到2个礼拜，然后伊朗又突袭了在荷姆兹海峡里面的3艘船，其中被打中的一艘就是卡达的船，那就是警告。对，那是有选择性的。卡达的油轮被打中了，就说你再这样子哈，我打卡达，我打科威特，我打巴林，都有象征意涵在里面的，就是说我不是这样子就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就被摸头了，就永远没事了。北海布伦特原油最近又涨到76块1桶，好不容易跌回72块1桶，就美国人可以喘息一下了。就像一打，两边一开打又上去了。西德州中级原油也从69块变成了73块了，那个都好不容易降下来，你现在又上去了，就为了这一点点。小型的冲突，就现在升高为各打对方80几个甚至100个，那这场战事好像又要重启战端了吗？所以我们是真的觉得哈，美国他现在就说，你为了3艘船遇袭而又重新施展你的这个全面打击，我老实跟你讲一句，那个花很多钱，而且我看完全打乱航空母舰战斗群的部署，卡尔文森号又掉头回来，又要放飞机出去。然后你现在观望不能动，为什么？不能进行正常的部署，为什么？因为不晓得你接下来你要干嘛？你要干嘛的话，川普又叫我们不要走了，所以整个美军的部署，中央司令部又被卡住了。这件事情，我觉得短时间之内真的没有办法善了了。好，所以这一场这个攻击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不过，如刚哥刚刚帮我们特别看到的这一场美伊之间的攻击的起源，其实就是在6号这一天哦，因为荷姆兹海峡的争议哦，伊朗去打击这一艘来自于卡达的天然气油轮，所以那个油轮呢遭到重挫起火，才会有后续的各种攻击。那为什么伊朗现在要打？大家也在关注，原因是我们看到是说，不是美伊 MOU 已经说好了吗？荷姆兹海峡60天内是可以免费通行的吗？那伊朗现在其实在意的点，并不是说这个60天之内免费通行，而是说你要通行可以，但是你必须要走我的航线。但是卡达这艘船没有走伊朗的航线，所以被遭到攻击。现在也在看说，是不是等于荷姆兹海峡根本就是伊朗在掌控呢？另外，我们如果从这个保险费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哦。现在呢有2条路可以走，一个是走南部靠近阿曼这一条路，那这一边的保险费比较贵，是35万美元。那如果呢是走伊朗的航线的话，靠近伊朗的北边的话，它是28万美元，价格比较便宜。所以连保险公司是不是也都看出来，走伊朗的航线这一条比较安全，也代表伊朗掌控荷姆兹海峡的另外一个证据吗？苑老师又怎么看？这个议题非常重要啊！为什么呢？因为今年的2月28号以前的话呢，荷姆兹海峡是完全自由开放的。然后呢，川普呢做了这个要跟以色列一起联合打伊朗的这个动作吧，这个战争动作，先把哈梅尼耶给干掉了以后，哈梅尼耶的话就是3天前吧出兵嘛，就是有他的丧礼嘛，就连那个川普自己都讲，他非常惊讶，他本来以为说伊朗被打了以后呢，就可以顺势就推翻政权更迭，结果搞了个半天以后呢，发觉伊朗人非常爱戴他们的宗教领袖，所以说那个伊朗人这个情况下来讲就转变了。这个你们 MOU 里面签的最14条当中最重要的一条，其实就是有关伊朗对于这个荷姆兹海峡的这个通行权有绝对的这个，他提名他不叫做收过路费，他收叫服务费了。但是这里面讲的都是讲什么费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就是说你必须要承认伊朗对于荷姆兹海峡具有实际上的掌控权。所以现在的话呢，这个我上次在这个节目当中讲，那个长伦那个长利号被打的话呢，我都觉得是故意打的，就是要告诉你，因为长隆的长利号它的船多嘛，它基本上走的话呢，就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航道。但是的话呢，这个下面的话呢，走这个阿曼的航道的话，因为那个荷姆兹海峡很近，就是阿曼跟伊朗之间的，对，但它的那个海盗这么。大概就是27、8公里的路线分成3段，那其中大部分就是1半以上靠北，就是靠伊朗嘛。那伊朗现在的话呢，我觉得有3个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它这个价钱会比较便宜。第一个的话呢，这个大家都会发觉，伊朗要求的才是真的，那阿曼没有这个能力。
啊，伊朗真的会。第二个的话就是伊朗真的会打。我们今天讲的题目都是伊朗在打那边这个打卡达过去的天然气船，这是非常危险的。对啊，这个。然后第三个最重要的原因的话呢，就大家都是按照伊朗的方向，因为它隔的地缘关系比较近。就这什么叫以量制价？就是对伊朗来讲的话呢，我定的就是28万啊，你也便宜一点，你来，如果你便宜的不要，你就是故意跟我找茬，我就打你。就变成这个结果。那美国现在的话呢，非常麻烦。为什么？因为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这个荷姆兹海峡的控制不控制，其实是美国现在最关心的议题。啊，其他没有了啊，其他的话呢，就是什么搞什么核能啊，什么浓缩铀什么的，这个都不是真正的议题。但荷姆兹海峡的话呢，这让大家全世界的经济都可以感觉到痛的地方，所以对大家很自然会讲说，我们现在油贵了，那就是美国害的。所以对美国来讲，这个权利非要争回来，所以这一次也相对而言，美国本身也表现得强一点。但是我觉得美国再强硬的话呢，也斗不过伊朗，因为伊朗它这个地缘上的关系，再加上他们自己做的这段时间的准备，已经超过4个月的准备了。